栀子花现在品种很多，枝节短，比较适合做矮坝或者是提根盆景。这一盆是大漠栀子，把中间的主干剪掉，剪掉主干，四周的枝就会生长快。矮坝盆景的主干比较粗短，主要靠这些分散的枝条形成树冠。先把剪下来的枝修剪一下，进行扦插。栀子的繁殖比较容易，可以扦插，也可以水培。水培栀子生根比较快，但长出来的根上盆前还是要用沙养一段时间。从水到土需要有一个过渡的适应。把这些叶剪短。栀子的扦插要留叶柄，这样可以减少水分蒸发，也可以让它吸收更多的阳光，促使它早生根发芽。这是从桑采的枝子上裁下来的一根干，扦插这种枝干节口一定要修平。扦插成活后，再对它进行嫁接。关于桑采的枝子嫁接改良，我在后续的视频中再做讲解。扦插的基质就是这种黄沙，颗粒比河沙粗一点。这种粗沙做盆景扦插的基质是比较好的，尤其是养下山庄。就这样把它插进去就可以了。扦插后不要浇水，这个话题我在其他的视频中讲过多次。扦插主要是靠喷水保湿，扦插的时候这个沙是湿的，保持这种状态，它的成活率高，生根也快。看到这个根的长相有点乱，把它做成矮坝盆景，剪掉这些根有点可惜。根是最难长的，凡是能利用的根最好是不要剪。这个根凸出来又折返，可以换一种玩法，玩一盆梯根，像这样把这些根收拢，把这些根的方向理顺一下，这些喧宾夺主的根把它剪掉。栀子从枝干到根都比较脆，不适合盘杂，主要是掉禾秸。用小铝先把它收拢，所有的根都参照这条主根进行整形，定好位。根基本成型，再细调一下，看上去就顺畅多了。如果想玩高梯根，就用高一点的容器进行培育，有了几年的时间就可以达到满意的效果。用收松的土种好，这种土的配比还是用沙子土加腐叶土或者是发酵后的叶糠，主要是保证根的透气性好。把它围起来，高位养护，这样根生得更快。种好了，再把这些枝条调整一下，调整的方向顺势而为，势就在于凸出来的这个根。注意调整的角度要与根协调，枝要呈上扬的趋势，这样看上去才有朝气。其他枝的调整也以这个下端飘枝为参考点，把这个枝条压下来，动作要稍微轻柔一点，折断了又要重新养，这样耽误时间。都往下调，进行吊拿，不要盘杂，弄伤了芽点，难出侧枝。注意我在整形的时候用了2个参考点，一是主根，二是主飘枝。有参考，调整才有方向。基本调整好了，这些叶有点变黄。栀子与大多数盆景比较，它是最喜欢酸性土质的。栀子叶发黄的主要原因是缺少酸性。叶变黄了，不要总想着它缺肥，肥重叶大就失去观赏性。叶变黄了，浇一点硫酸亚锂的溶液，对这些叶也可以进行喷施，改善的效果更加快。
喷施2到3天，叶就开始变得清亮浓绿。喷施的时间要选择在太阳落山的时候。第2天早上用清水将叶冲洗一下，这样可以防止在太阳下灼伤。把这些叶剪掉一半，干种的要减少它的蒸发量，同时也可以在这些枝条上逼出侧枝来。成活后要对它进行控水，把叶控小。这种枝子的叶形观赏性比较强，花开的也比较多。如果把叶控小，它的观赏性更强。把这些根干修剪干净，定好型以后就按这个树势方向进行修剪。干种的要观照半个月，以后就可以按正常养护进行管理。枝子喜阳光也比较耐阴，适合阳台种养。在有的地方叫水衡枝，喜欢水但不能积水。5至6月开花，开花前的半个月施一点有机肥，也可以用反施肥，缓慢释放的效果会更好。花开的时候就会给你一个惊喜。好了，栀子花就聊到这里，我是三七农茶，谢谢您的收看，下期见。